欢迎收看投资应总经。美股持续创高，市场也相当期待联准会在今年会宣布降息。但是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却相当看衰美国经济，甚至在任职19年后首次开始卖出自己手中的持股。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摩根大通 CEO 卖股，美国经济不妙了吗？自从戴蒙在2006年接下摩根大通执行长的位子以来，他带领摩根大通走过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并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金融机构。在戴蒙任职的19年间，从来没有卖出过自己持有的股票，直到2024年的2月到4月，他卖出了100万股。虽然这只占他总持股数的 11.63%， 称不上很多，但是基于以下3个理由，我们认为戴蒙卖股可能是暗示市场即将反转的重要指标。第一，摩根大通是2008年金融风暴中唯一一个度过风暴的主要投行，甚至还能加速壮大。第二，这是戴蒙担任执行长以来第一次砍股票。戴蒙持有金融股的时间比巴菲特还长，对于像他这样的超长期投资者来讲，砍掉手中的持股意味着已经面临不得不砍、无法回避的理由。第三，戴蒙完全不避讳卖股的理由，而且不是用缴税、个人财务规划等理由敷衍过去。那他砍掉持股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戴蒙在2023年10月就已经明白透露他准备要卖股票了，因为在金融股的获利当中，包括摩根大通由股票与债券交易而来的获利占的比率太高了，意味着市场前景不佳，可能让金融股本业获利缩水。其次，他判断未来美国利率不排除升到 7% 以上，而在24年的第二季，他甚至把 7% 的预测改成了 8%。这番言论与目前市场的主流预期完全相反，但从他过去的发言记录来看，他的方向都是正确而且领先市场的。综合他在2024年第二季的访谈，我们可以整理出几个重要观点。不过在进一步说明之前，财讯的周年庆开跑咯！现在订购杂志1年期以上的读者，不仅可以抽限量版一卡通，还能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从戴蒙的访谈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重要观点。第一，市场认为美国经济会在2025到2026年软着陆，但是戴蒙认为有超过一半的机会美国经济会硬着陆。第二，他对于长天期债券的看法比目前市场的看法更悲观。第三，俄罗斯的胜利意味着当前世界秩序的崩溃。第四，美国民众当中收入最低的 20%， 能够增加的收入有限，这代表美国未来消费力疲软的经济风险正在增加。先来说说通膨，戴蒙认为联准会看通膨数字再决定要不要降息是正确的，但是他不认为通膨真的会降温，而且他认为比起通膨，美国目前的债务赤字快速上升才是最大的麻烦。整体来看，他认为当下的世界很像1970年代，整体呈现停滞性通货膨胀的状态。金融股获利的基本概念是收投资人的短期储蓄，然后放款给企业或个人的长期贷款，赚的是长短天期的利差。所以金融股分析师通常会以3个月的利率当作金融股的资金成本，10年期债券殖利率当作放款收益，来衡量金融业环境的变化。如果联准会的基本利率持续拉高，代表长天期债券殖利率将会因为景气不佳出现下滑，那么金融业的存放款利差就会缩减。作为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代表人物，如果连戴蒙都担心停滞性通膨会再度发生，那一般投资人想在这几年存金融股等收息，或许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股票指数还没有真的开始下跌，但基于戴蒙对于美国经济前景这么悲观的态度，他领导下的摩根大通又做了哪些因应对策呢？摩根大通在2022年就已经针对房贷部门进行裁员，2023年则是把一级资本比率从2022年的 13.2% 拉高到2023年的 15%， 到2024年的3月已经来到 16.4%。 同时，在美国争议最大的学生贷款业务，摩根大通早在2013年就收掉了。
简单来说，就是砍掉不赚钱的业务，并且持续拉高手头的现金水位。虽然摩根大通看起来已经准备齐全，但是市场对它还是有一个疑虑，那就是摩根大通在黄金和白银市场到底拥有多少空头部位。特别是在2023年9月之后，摩根大通的金属交易部门主管与首席黄金交易员因为操纵市场被纽约法院判刑后，更加令市场怀疑，如果摩根大通在黄金白银的空头部位真的跟传闻一样，远远超过期货交易所单日的交易量，那么当黄金白银涨上去，摩根大通手上的空头部位是否挺得过这波市场变盘？我们回顾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的停滞性通膨，联准会的利率追着通货膨胀一起往上跑的同时，黄金白银曾创下50年来最凶猛的涨势。而现在的黄金白银和加密货币似乎正在准备重演上一次经济硬着陆时的经典行情。也许在我们细细研究戴蒙的卖股理由时，手上同时抱满黄金白银，才是对这位华尔街一代天王最诚恳的致敬方式。财团粉丝们，你们认为戴蒙担心的金融风暴真的会到来吗？ A. 会，戴蒙从来没有失准过，卖股票的动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B. 不会，市场过去的表现不代表未来，就算债券殖利率倒挂，也不代表经济一定会衰退。 C. 不知道，还需要更多时间与资料来判断。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